嗨，这是 Dimi Studio。那今天我们要来调整我自己的 Laylaps，因为这个口琴的簧板，它是我跟学生收他二手不要的280所改制而成的。那使用一段时间之后，它音已经开始有点不准了，所以我们今天就要在演出前，我们来调整一下这一把 Laylaps 的音准。那顺便把过程拍给大家看。通常我在调音的时候我会先调单面，像我现在口琴是装起来的，所以我会先调就是吸气的，上簧板吸气跟下簧板吸气的部分，那你就要搭配按键再做调音。好，那我们就直接来调音了。音高偏高的话，你就要磨靠近这个铆钉的地方，所以这个拉偏高，所以我们就稍微磨一点。每个人会因为你吹奏的嘴型不同，所以会造成音高有点不一样。所以假设你的琴拿给我调，那我大概是只能用我的嘴型去模拟这个音高。所以如果你可以提供你比较常用的嘴型给调口琴的人或者是技师的话，那他可能会比较容易的帮你的口琴调到你想要的这个音准上。好，这样就完成上簧板的调音。好，我们接下来下簧板的外侧。好，我们现在完成的是下簧板的吸气，那接下来我们就要调内侧，内侧就会相对的比较麻烦。好，我们先把口琴拆开来。好，拆开来之后，像这个簧板它就是因为已经使用一段时间，所以它都会有一些污渍。好，这就是有时候我们在买二手口琴的时候，你要特别留意的内侧簧板。像这种就是很明显的使用的痕迹，就长这个样子。这个也是内侧簧板，它会有这个蜂巢的痕迹。好，那我们就继续把内侧的部分调音完成。下簧板的内侧。上下两面我们都完成之后，我们就来把琴装回去。好，先上弹簧，之前我们讲过，在上螺丝的时候，我个人比较习惯的方法是先锁中间，再往低音，再往高音锁。然后你在锁的时候要稍微检查一下，然后先让每个螺丝都先有咬到这个簧板的牙，之后你再锁紧会比较安全。有时候像 Hohner 系列的口琴，就是会有你锁完了，那发现有其中一个螺丝会有一点咬不到牙，会有这样的状况发生。那 Suzuki 的就比较少见，尤其是 Hohner 的簧板螺丝又比 Suzuki 的还多，所以你要特别注意一下这样的状况。好，那我先让所有的螺丝都咬到牙之后，然后确认一下装的位置，好，然后再从中间我会先往低音的地方去锁。以上就是今天所拍摄的调音实况影片。那调音过程中，你的嘴型变化也会影响到音准。那在调的时候，也有可能因为你在磨这个靠近
铆钉的地方或靠近焊点的地方，会造成这个簧片间距会有所改变，所以你要特别注意。所以这件事情其实很考验这个调琴师的这个熟练度哦，你要怎么样去完成这个调音在比较短的时间内。那以我自己的经验，整把口琴调完大概会花我15到20分钟的时间，16孔的半音阶。好，那以上就是今天的调音实况，我们下次影片见，拜拜。